从前有座山，山里头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他讲的是什么呢？功夫是个啥？传说有绝学，深山藏秘籍，觅得一神兵，逍遥闯江湖，仗义行天下。如露如电，霹雳手段。有一种人类的语言无需翻译，那就是功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一生修为的最高理想。传授、体悟、碰撞、对话、融合。这是新时代少林功夫人的使命。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遍天下。法国巴黎。浪漫的是这座城，传奇的却是这座城里习练少林功夫的人。塞纳河畔，总会有一个身影飞速而过。释延迈，人称非洲李小龙，他锻炼身体的方式与众不同。从20岁到30岁，他在中国学习少林功夫整整10年。2011年，这个大的机会给我，让我做少林文化大使，我就想做一个事情，传播少林文化。除了我练，也让更多的人会认识那个中国武术。少林武僧是这个非洲裔法国人的另一重身份。我在非洲每个国家都认识我，欧洲也认识，美国也认识我的武术，因为哪个地方需要的武术，我会的时候我就把教到他们了。凭借着这一身的少林功夫，释延迈在全球参加各种活动和表演，成为受人追捧的功夫明星。演出之余，他还在巴黎传授少林功夫。武术就是慢慢练，慢慢学，所以因为武术帮助我的身体好，每天练让我的身体好。教人那个少林的文化是什么，武术是什么，中国的文化是什么，就是可以让大家都了解那个中国文化。香榭丽舍大道，寸土寸金。释延迈在此租了办公室，推广少林功夫。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世界顶级社区，才配得上这正宗的少林功夫。现在在喀麦隆、马里、科特迪瓦、比尼，在那个加蓬，还有那个康国，我都那边都有学生。我现在就是想做很大，我希望更多外国人也会了解那个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人会认识那个中国武术。对于中国人来说，他是会功夫的老外，
而对于外国人来说，他却是非洲的李小龙。李小龙是我的目标，当时我没想到他们会称我那个非洲李小龙。对硬气功很感兴趣，所以我特别喜欢开棍啊、开钢牌。这个普通的人不会，如果你练，你肯定那个会受伤了。这个是正规的少林的武术，没有别的地方能学到那个硬气功。我的学生们问他们说他们想以后跟我一样的。如果你能练好，你可以把你的身体让它很厉害了。成为功夫明星之后，释延迈又多了一重身份——电影演员。武术电影就是中国人。我也想让大家知道，这个武术的电影不是就是一个中国人能拍。我希望我会有那个机会，也拍一个好的电影，跟那个成龙、李连杰都一样的。因为我也在少林寺学武术这么长时间。在这部已经进入后期的电影中，释延迈只有约2分钟的功夫展示，他觉得不过瘾，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真正的主演一部功夫电影。所以我希望那个外国人也能看我的电影，也对那个中国武术很感兴趣。今天，释延迈要在徒弟中挑几个厉害角色，带他们一起去中国少林寺，回到他曾经习练少林真功夫的地方，叩拜师门。释延迈是少林寺正式接纳的第1位非洲裔黑人弟子。身为少林武僧，重返少林寺的释延迈必须按照寺规，换上僧袍，敬香礼佛。释延迈带领徒弟们拜谒达摩祖师，在历代武僧踩下48个脚坑的千佛殿，亲身感悟禅武合一的少林功夫。按老规矩，习练少林功夫必须接上少林的地气。随后的2个月里，他将带着徒弟们在嵩山深处习练少林功夫。很多人说我是中国人，因为我发展中国武术，我把那个中国武术放在我的心里，中国武术在我的心里，因为中国武术对我好，对我的身体好，对我的梦想都好，所以我希望那个更多人、更多外国人也会了解那个中国文化。此时此刻，身处少林功夫的起点，释延迈感到责任与荣誉同在，那就是让少林功夫名扬天下。英国，老牌工业强国，
以科学实证为价值标准，凡事都讲求实效，功夫也不例外。胜负输赢是人们对功夫强弱的唯一评判标准。总是在电影中出现的少林功夫，在这里一度遭遇质疑与挑战。伦敦经常有交流赛，每一个交流赛都跑不了要有实战，无论是泰拳也好，空手道也好，跆拳道也好，都有实战。刚开始在咱们跟他们搞交流的时候，他们都是很瞧不起的。他们一听是中国功夫，他们就笑，他们就摆出一些什么猴的动作呀、鹤形动作呀、虎拳呢，就是当玩笑说，他们会这些东西，但是根本就经不起打。那我带着学生去了之后，不但没有把我全打趴下，我们把他们打趴下。这样久而久之的话呢，在这边也算是站得住脚。依靠拳头打天下，释延滋几乎打遍了伦敦街头大大小小的各路拳馆。3年之后，终于让少林功夫在伦敦有了块落脚之地。今天，欧洲各地的年轻人很多都是慕名前来伦敦，拜在释延滋门下学习少林功夫。打虎还需亲兄弟，释延滋的亲弟弟释延雷帮他打下了伦敦这座洋码头。但对少林功夫的传播方式，哥俩却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当时他们建这个英国少林寺的时候，我释延滋把我弄过来，我是帮他建的。我不是很喜欢那种职业的教练工作，因为我没有选择别人的权利。释延滋他想的东西和我想的东西不一样，走的路也不同。他是一种，比如说他买一个桌子在那里，他就觉得哦，这个桌子在这里，他就很放心，实体的东西。我宣扬这个中国功夫，我就要有一个拳馆，在我的拳馆培养育人，这是他的方法。我认为呢，网络是一种最好的宣传手段，它非常快捷。这个网上的东西我弄了差不多7、8年了吧，现在有60多万吧，都是我的粉丝。把我自己的训练的视频放上去，放一些我觉得对我的这个粉丝有帮助的东西，从网上他就可以直接获得，他不用隔了千山万里的跑这里来去学这些东西。蓝天在哪里都有的。但对于少林武僧释延滋来说，要想真正获得功夫这片蓝天，还得心手相传。有一批人不是冲着实战功夫来的，他是冲着身体来的，这个在西方还比较多。但是作为我们文化传承者，这个不是最真正的目的。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少林的精神，还有少林的文化传承到英国本土人，他们是传人，下一代他们接这个班儿，他们能够把它一代代传下去。阿 King， 释延滋正在培养的20位英国本土教练之一。Yeah, because it's kind of moved away from what they have. Because they had like 阿 King， 动画设计师。此刻，他必须尽快完成手中的设计，赶往城市另一端的少林文化传播中心。下午，有一场重要的考核正在等着他。
你要练武就别怕苦。所以说我教学也比较严格，然后呢，我亲自跟他们做示范，跟他们一起练。我说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来学功夫，我让你练什么，你练什么，你必须按照我的方法。过了这一关才能进第2关，你过了第2关，你才能进第3关。在海外，中国功夫几乎只存在于电影画面之中，这让释延雷敏锐地意识到，电影是最好的功夫传播途径。因为我本身呢对电影呢也有兴趣，拍功夫电影 action film， 他们都用的是一些明星，他们根本就不懂功夫，真正能打的反而没有成为明星。我作为一个武者，我们这么辛苦练，我们给别人当替身，凭什么？为什么？我自己要拍电影，我自己要用懂武行的人去拍电影，我宁可倾家荡产，我也把它拍出来。2012年，释延雷自己筹措资金，拍摄了一部真功夫电影。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少林功夫不但存在，而且还很厉害。今天，兄弟俩要用不同的拳种对战，相互切磋，取长补短，让少林功夫更具实战价值。怎么样把传统东西能够在实战中更好的用？他一挡他就这样打，他不管怎么样这样打，他还是慢一拍。比如你打，再打过来，你看，看到没有？我这挡了之后，他是挡了再打，我是挡的同时就打了，挡到的时候就打到了。你看，像这个少林里面的东西，双龙出洞是吧？他就是这样子打的，啊，是吧？冻死了。好，啊，你就说，我有一个杖，他让风进来。他就是跟那个一样，我这个动作的身法。我说的意思，我就是通过这个动作把它改变成这样一个现在的动作，手拿起来，我让你说我出腿，看你疯了吧？我说我就打了，你再疯我就打了，我不让你疯了，我可以这样挺着打，往前打，就还手。这个东西是你的，是吧？刚才你弄那个我都弄不出来，是吧？这个我弄你也弄不出来。我只想干我自己想干的事情。如果我以后成为明星了，那我也只能告诉别人，我只是做了我自己想干的事情，不是我选择了你，是明星选择了我。直到今天，释延滋仍然坚持开馆授徒，而释延雷也绝不放弃用现代媒介去传播功夫。一步一个脚印的，我们就必须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当你有了这种实际的人能够站出来证明的时候，传统武术的弘扬就有了希望。几天后，阿 King 通过了测试，正式上岗成为一名教练。如今，释延滋的洋弟子们作为使者，将少林功夫教授给更多热爱中国功夫的人们。林胜杰，法号释延胜，台湾第一位少林弟子。
10年前拜入少林门下习武。我还记得我到少林寺第1天的那个画面，我站在少林寺的钟楼底下，一阵风吹来，我听到那个钟声在响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哇，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少林寺。见识到他们武功的时候，我也开始告诉自己，有一天当我踏出这个门的时候，我也要像这些武生们这么厉害。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同出一脉。身为中国人，林圣杰认为少林功夫在台湾是不能缺失的。一开始回来的时候，我并不在我的家人或朋友面前练功，因为从我从小开始练功，其实就并没有人支持我。可是我还是很坚持，我每天会找一个就是没有人打扰的地方，然后去练功。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其实少林功夫它很容易融入在地的环境，所以我那时候慢慢练功，其实还是有一些人看到。身体力行，由己及人。林圣杰在台湾以养生为名，力推少林功夫8段锦。回来第1年，跟我学功夫的人可能不会超过10个。不管学生人数多还是少，我都尽我的所能去让他们了解，而且让他们避免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到伤害，比如说运动伤害啊，或者是他们今天因为不懂，然后而造成就是自己或别人的伤害。几年下来，全台已有200多人跟随林圣杰学习少林功夫。2006年，他创办了台湾士门少林功夫团。结束训练后，林圣杰常会和团友们一起逛夜市。在这里，他们不仅仅是师徒，更是朋友。我之前花了太多时间在练功，所以我的生活里面可能很单调。那在透过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可以跟学生有更好的互动跟交流，然后也会对各地的这种在地文化的特色有更多的了解。那其实差不多我都花很多时间在这些休闲活动上面。好，下一个，然后那边有一间鹅鸭煎，每次排队都排很久。每周固定时间，士门功夫团的团员都会从台湾各地汇聚台北，和林圣杰一起习练少林养生功法8段锦。右拳膝，往前。在少林寺的功法里面呢，它有一套属于就是内功的8段锦，它只有很简单的8个动作到12个动作。我开始呢，把它更简化，然后更清楚地呈现在台湾的这些群众面前，然后让他们用很简单而且不需要花太多时间的方式，它就可以达到让身体健身的效果。少林寺1500年累积了这个武功的功法，把它融入到一般的养生功法8段锦里面，它可以把你的能量输送到你的末端。好，所以这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昨天用我的内力精炖了1锅薏仁汤，给大家美白本人的一点小小的心意。好，所以喜欢不喜欢都来上1碗再走吧。有薏仁汤，2碗了吗？来，沈玉米，来，谢谢。
因为我大学念的是餐饮管理跟食品营养，那我也会帮助学生身体变得健康一点，我会帮他们调整他们的餐食的比例，同时也是让大家在练功之余，可以透过这种食补的方式来养生。那我把这个概念结合练功，其实我发现这样子的推广方式很快，所以就从这样子慢慢的1个2个，然后慢慢的再慢慢变多。我们就从一个很小的班，然后累积成现在一个很大的功课团。1、2、3，西瓜甜点。从少林寺学功夫，到台湾传功夫，林圣杰把这一切都看成是自己的修行。回来台湾给我最大的盲点是，我不再有师兄弟，还有不再有师傅在我身边指导我练功，我还能再继续进步吗？我曾经为此感到茫然。后来我慢慢的去了解到，这套拳、这套剑，或者是这套功夫，它其实会在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的体认。只要我用心去感受，其实师傅就在我的心中。100多年来，德国与中国源源不断。当少林功夫开始向全世界开枝散叶的时候，德国开出了第一朵花。2001年，在德国首都柏林，少林寺建立了全首家少林文化传播中心。但是最初来到这里的却是一个不会功夫的和尚，释永传。传播中心是开起来了，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却让释永传始料不及。刚开始呢，德国人认为我们都是外星球的人啊，少林和尚，从来没有听说过，没有见过，一个学生都没有。没听说过少林寺，但是很多德国人却知道中国功夫。释永传请来了少林武僧，他认为真正的功夫才是少林文化扎根德国最好的敲门砖。年轻人15岁到30岁之间的喜欢少林功夫，视角很好啊，有蹦有跳，看起来就像飞人一样。然后呢，想借助气功，借助太极，借助少林功夫，然后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路给他们铺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9岁开始，6就来到德国少林文化传播中心，跟随武僧学习少林功夫。从小喜欢看中国功夫电影的6，最崇拜的人是成龙和李连杰。成龙的电影我几乎都看了，李连杰的电影我也看了不少，李小龙的也有一些。我喜欢这些电影，我觉得学功夫特别好，可以激发出力量，保护自己，所以我就去学功夫了。在练少林功夫的9年中，6从年幼的孩童长成为翩翩少年。功夫作用于他身上的力量也日渐显露。
我是从2007年开始练功夫的，将近9年了。期间我经常受伤，有一次连学都上不了了。我看过很多电影，激励我坚持下来。功夫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和很多德国年轻人一样，六热爱摇滚，但他更以自己身上的少林功夫而倍感自豪。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学功夫，我偶尔会露2手，他们都很羡慕我。我自己很喜欢这种状态。去年10月份，我去了少林寺，进行了很多训练，虽然很苦，但却是我想要的。上大学之前的假期，六没有和同学一起外出旅游，而是选择了每天花更多的时间练习功夫。我先学到的是阴阳理论，这可以说功夫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收获。换句话说，我知道总是有好有坏，总是保持一种平衡，这就是对我日常生活的帮助。柏林墙拆除26年之后，人们依然未能从对峙与冷战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此时，释永传带着少林禅宗文化来了，功夫修身，习禅养心，这给德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东方文明的窗户。年轻人喜欢少林功夫，但是知识阶层的社会精英，那么还是对中国的佛教文化、禅宗的哲学更感兴趣。我们开的课程有禅宗打坐课、佛法讲座课，但是是很难的。经文对中国人来说都非常难懂，别说把它再翻译成德语，让德国人来接受。从我来德国的第1天，我就开始学德语。Gemeinschaftsgeist besitzen， 有公德心， den Dingen auf den Grund gehen， 追奔所缘。禅宗经典著作的翻译花去了释永传大量的时间。然而，还有一个麻烦，就是吃饭。为了能够吃上中国饭，每周5释永传都要去距离驻地8公里外的亚洲超市买回中国食物。上海阳春面看起来倒是很不错。来吧，花生酱，花生酱，夏天吃凉面可以。那我们就下次见。周末快乐啊！好，再见。再见。当然，要是有一个适应的阶段，我大概是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我的肠胃一直有问题。每天的饭都很简单，即使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依然过着清苦的僧人生活。Next Hälfte. Deshalb gibt es dort sehr viel guten Tee. Tee， 我们少林寺。什么是精神？精神就是一个
有勇气，不屈不挠。佛教有一句话叫难行能行，越是难走的地方，你要走过去，这才证明你的能力。周末是永传应邀赴约。这是我那个德国学生，他呢现在呢有个儿子，也非常喜欢踢足球，所以今天呢我们去他家呢，聊聊天，然后呢跟他儿子一块儿踢足球。你好 ，Hallo Max，grüß dich。嘿嘿，看这两个小狗很好。Hallo Stina。Hallo。Grüß dich。Ja, schau mal bitte. Ah, danke schön. Hier mal. Grüner Tee. Danke schön. Ja, wieder. Gerne. Du bist der Chef. Nein. Ja, zum Wohl, Max. Und morgen ein neuer Trainingsplan? Nächste Woche. Morgen Jan fliegt nach München für 3 Tage Seminar. Ja. Nummer 12 Paul. Du bist der. 他的名字叫 Paul， 他这个球衣呢，selber style。Beim richtigen Spiel hat er, welche Nummer hast du beim richtigen Spiel? 5. 他这个要踢足球，在场上的位置是5号。Links X， 他是左右都可以踢，左右边锋，他属于这中场这个边锋的队员。能进入德国家庭，和德国人成为朋友，少林文化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所接受，这让释永传很是欣慰。经过15年的努力，少林文化在德国的处境变了。2年以后，德国报纸、德国电视台报道说呢，少林文化就像一个窗户，打开了德国人的心扉，让德国人吸收到了新鲜的空气和养分。通过少林功夫这个载体，中国文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匈牙利布达佩斯，多瑙河穿城而过，在这样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城市里，王德庆已经生活了整整16年。在过去的16年中，他用少林功夫打下了自己的天下。我是在少林寺学功夫的是最早一批外派的武生之一。当时外派到欧洲的时候，我发现欧洲的人到少林寺去学习功夫时间都不是很长，但是呢，他们回来以后呢，都是剃了一个光头，穿了一个僧衣，喝个酒啊，搂个女孩呀，说他是从少林寺出来，在当地就开始张扬地宣传他自己。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说我要让西方人知道少林功夫它的内涵、禅宗的思想和武功的真正的含义在哪里，把中国文化都能在欧洲发扬光大。从布达佩斯一个小俱乐部的武术教练，到匈牙利总统卫队的武术总教头，10年磨一剑，王德庆完成了这一人生角色的重大转变。在2002年，我就进了匈牙利国家警察特警基地当教官。在警察特警基地里边，有空手道，有跆拳道，但唯一一个就是没有功夫。他们个子高，力气也大，你小小的，当然他们对你还是有很多疑问的。1、2、3。
从我个人的经验呢，我抓对方的空子，他起腿我起腿，我起腿速度比较快，我会堵住他。啊，他起手我起手，我起手的方法会比他快，借他的力，使他们在瞬间看到我们的力量和速度在哪里。看起一，看起来。进入匈牙利警戒后，王德庆开始了他又一次人生角色的转变。10年后，2012年，内政部就批下来，匈中警务交流协会正式成立，就更好的去跟中国警察做交流了。其中有一个呢是射击，包括手枪、冲锋枪，最重要的是狙击枪。2008年开始，王德庆先后数10次将世界上最优秀的狙击教练请回中国，训练中国的特警和武警，这让中国的反恐能力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今天，中国特警正在备战2个月后的第14届世界军警狙击手大赛。对。Akkor 2,5 cm többet kell állítani, tehát 3 kattanát. 那就应该往右边调3公分。Okay. Stand by. Start. 与此同时，王德庆仍在匈牙利悉心传授少林功夫。时代飞速变化，今天少林功夫让中国走向世界，也把世界带入中国。我借用在警务这个关系上，认识很多的政治家也好，企业家也好，我跟他们阐述的都是禅武，是我在警务上的工作才帮助带动禅武的发展。禅心韵武，有理有节，王德庆还恪守着少林的规矩。想传播这个文化，那首先第一个就得让他认知这个礼数礼节，怎么去规范它。老祖宗们设立了这样的规矩，那它一定是很需要的。比如说合十，它象征着把你的精神和心灵和身体通过手心合十在其中，集中精神，然后向对方进行问候。好，师傅你好，大家好。走。那我们的抱拳礼呢，拳头是力量，掌是智慧，合到一起，往前再推一点，就是尊敬你，向你请教智慧和力量。Jó, és a következő is mindenki csak megyek a másra helye van, ha foglalott tradicionális kungfu edzés van, és mindenki egy helye van, és még csinál. Után befejeződik itt van, és a másik a szobában, és még kicsit csibengong, and then kung fu chuan. 有多少弟子，这个是数字，没有一点点意义。真正的我希望的是，他们在触摸禅武的这2个字的时候，去更深的了解中华文化，更深的去了解东方的智慧是什么。
2015年6月21日上午，第14届世界军警狙击手大赛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正式开幕。一大早，王德庆就赶到现场观战。多年的努力将在今天得到检验。你好，谢谢。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这是刘秋水，放的这个剑来，对。一会儿呢，就是你们就反正都开战了，反正不用着急，尽最大能力了啊，放下心来。我觉得今年他们设置的科目估计对你们来说小菜一碟，慢慢的打。9点，比赛正式开始，来自16个国家的130名选手展开了较量。经过3天的激烈竞争，胜负终于揭晓。晚上，颁奖仪式在匈牙利国家特警培训基地隆重举行。中国队拿到了多个奖项，在军队组比赛中，中国队包揽了前3名。我在警务上的工作是很有意义，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很希望我的祖国强大。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帮助中国警察呢，在世界舞台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把中国文化传出去，将西方文明引进来，这业已成为今天中国公务人的光荣与梦想。血未冷，梦还滚烫。终其一生，我们每个人都和他们一样，渴求绝学，追寻秘籍，锻造神兵，行走江湖，拥抱天下。生有涯，而心无极。功夫就是不断改变自己，超越自己。功夫就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修行。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功夫是个啥？嘿，功夫是个啥？传说有绝学，深山藏秘籍，觅得一神兵，